新加坡那个联合早报爆出个大新闻，中国开始全面清查关键岗位的半裸官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绝对不是什么雷声大雨点小，这是要在枪响之前，把那些胳膊肘往外拐的、吃里扒外的、随时准备给小洋人开后门的隐患，给彻底的扫地出门。那咱们先聊聊什么是裸官。这个大伙儿吧，估计都知道，那是老黄历了呀。就是那些贪官啊，把老婆啊、孩子啊，通通的送到国外，拿了绿卡，换了国籍，自己在这个国内呢，孤家寡人一个，当个所谓的公仆，在这捞钱。一旦是贪够了，或者说风向不对，那是买张机票，嗖的一下就飞走了，留下一地鸡毛啊，给咱们老百姓擦屁股。这就叫裸官，脱的那是干干净净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这次说的半裸官，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呢？所谓的半裸官啊，就是夫妻俩表面上啊都还在国内，每天啊是按时打卡上班，开会的时候啊喊口那是比谁都响亮啊，胸脯啊拍是啪啪响，那是忠诚的不得了啊。但是你要是往他这个家底下一查，好家伙，那简直是别有洞天啊！唯一的儿子啊在国外拿了永居了，女儿在华尔街的大投行当高管了，甚至啊他们在海外不知名的离岸账户里啊还藏着几辈子花不完的巨额资产。这就叫心在曹营身在汉。他们用一部分的家庭成员啊留在国内作为伪装，给自己披上一件我还在坚守岗位的外衣。其实呢，人家的根儿啊早都拔出去了，早都挪到国外去了。这种人你说他可怕不可怕？你敢把核心机密交给他吗？那这帮半裸官的利益逻辑啊，简直比那算盘珠子还清晰。他们把这个子孙后代的未来，把这个毕生搜刮来的真金白银全寄托在了国外，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退路啊给铺好了。一旦说这个家里面着火了，或者外面刮大风了，你指望他们跟你一块救火，跟你一块抗敌？拉倒吧，人家跑的比兔子还快。这种人他怎么可能一心为公呢？怎么可能给咱们老百姓一条心啊？那个所谓的明星曲婉婷大家都知道吧，这家伙大过年的竟然换上了一身喜庆的中国红，跑出来在这个网上说好听的话，那企图是借着春节这波喜气啊给自己洗白复出。结果你猜怎么着？不到48个小时啊，直接翻车了，被全网的老百姓啊骂是一塌糊涂，连个渣都不剩。这个曲婉婷呢，天天在国外标榜啊自己是个独立的音乐人，可是不查不知道，一查那是真能吓你一大跳啊！他能长这么大，能有钱玩音乐，全都是仗着他那个巨贪母亲张明杰的赃款。有人说贪官的子女就不能爱国了吗？这问题的关键根本不是能不能爱国，而是你如何爱国。你曲婉婷要是真爱国，你母亲被抓那么多年啊，你怎么不配合咱们的检调机关，把你妈当年贪污那些黑心钱主动退还给受害的老百姓？你曲婉婷如果真的爱国，你怎么不跟你那个罪大恶极的贪腐母亲做切割呢？反而天天在这个海外的社交媒体上为他叫屈喊冤，合着你的爱国就是穿件红衣服啊，在镜头前说两句好听的话。这种虚伪啊，简直让人作呕。那咱们来看看法院判决书上是怎么写的吧。那还是2009年，张明杰负责哈尔滨原种繁殖场改制。这个女人心黑到什么程度啊？她硬生生的把价值23个亿的国有土地，以6160万的白菜价给贱卖了，中间吃了多少回扣啊？你自己算。这还不算是最丧尽天良的啊，最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呀，是他居然连老百姓的救命钱都敢动。当时呢是有566名的下岗职工，大冬天的没工作了呀，就指望着那点安置费活命。结果这个张明杰大笔一挥，把这1100万的安置费给挪用了。那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啊？在零下20-30度的东北啊，那可是滴水成冰的地方啊，这566个家庭瞬间失去了生计。多少工人呢因为交不起暖气费啊，在家里面挨冻啊，
多少人因为没有钱治病，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是走上了绝路呀。而就在这帮下岗工人啊，在寒风中绝望哭泣的时候，那我们的大才女曲婉婷在干嘛呢？她年仅16岁就被她妈送到了加拿大留学，读的呢还是那种顶级的音乐学院啊，一年光这个学费啊就是高达20万加元，折成人民币啊得100多万啊。她在加拿大一待就是近10年，累计花费是超过了上千万。大家摸着良心想想啊，全中国有几个普通家庭能承受住这种花费啊？法院的判决书写的是明明白白啊，曲婉婷在国外的留学费用啊，买的豪华别墅啦，还有她搞音乐事业的启动资金，那全部都是他妈贪污来的赃款，每一分钱上啊，都滴着哈尔滨下岗工人的血呀，都带着那566个家庭的眼泪。现在呢，更觉得来了啊，他妈呀，在这个监狱里踩着缝纫机死缓，他那个好爸爸早就卷铺盖移居加拿大了。这父女俩现在在海外呢，住着豪宅，开着豪车，笑的那叫一个春光灿烂，跟狱里的张明杰形成了一个极其魔幻的对比。各位，你看明白了吧？这就是一个极其标准的教科书级别的裸官家族。他们在国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啊，把这个脏钱、把子女、把家属早早都全部转移到了海外。一旦这个国内有个风吹草动，人家买张机票随时溜之大吉，在国外安享晚年。你想想这些人子女家属都在海外，将来呢还要在海外去养老，一旦国家遇到点难事儿，遇到点危机，你能靠得住他们吗？他们不反咬你一口就算是烧高香了。就像是那个学者向立刚写的那样国家要清理半裸官，这是我们发展之路的重要一步，也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步。为什么现在要特意强调半裸官？因为像曲婉婷他妈这样明目张胆的裸官，这些年国家反腐重拳出击已经抓得差不多了。可是这帮寄生虫呢也学会了进化，他们嫌这个裸官太扎眼了，于是摇身一变，披上了一层隐蔽的伪装，变成了更狡猾的半裸官。那说到这儿咱们就得回过头来夸夸董明珠了。前阵子董大姐在网上没少被一些所谓的理中客喷，就因为她在招人用人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过，对某些海归或者心不在国内的人，她不敢完全的放心用。当时呢，有一帮所谓的公知跳出来阴阳怪气，说这个董大姐格局太小了，不懂什么叫国际化人才。现在你再回过头来看看，是谁格局小？董大姐早就把这帮人的肠子肚子都给看穿了，姜还是老的辣呀。国家治理跟企业管理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理儿。董明珠掌管格力那么大个摊子如果说她的研发总监、销售主管、老婆孩子呢全在竞争对手美的或者海尔那边，这个仗还怎么打呢？这边刚画出来个图纸那边竞争对手连生产线都开起来了。企业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呀。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有人说不至于啦，人家也就是送孩子出去留个学嘛。嘿，你可千万不要拿普通留学来给这帮人洗地老百姓砸锅卖铁送孩子出去学个手艺长个见识，学成归来报效祖国，那是好事儿。但是咱们现在说的是那些手里面握着公权力，掌握着国家资源和机密的人。你既然选择了吃公家这碗饭，选择了当人民的公仆，你的屁股就必须得稳稳当当的坐在咱们中国的热土上。你的选择呢比老百姓多，你的权利比老百姓大，结果你的心却往外面飘。这天底下哪有这种既当又立的好事又要当官掌权，又要老婆孩子在国外享受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哪有这种便宜的事这消息一出来我敢打赌，现在有那么一小撮人，这个年是彻底过不好了。大过年的吃饭都没味儿，饺子都咽不下去，半夜里抽着烟，看着天花板，心里那是直打鼓呀。坏了，上面这要动真格的了呀。我那个转移出去的钱，我那在加州大别墅，是不是都要保不住了呀？这就叫做贼心虚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现在的国际局势大家看看新闻都知道了，
大片了为首的某些西方势力啊，看着咱们日子啊越过越红火，眼红了呀，急眼了呀，天天想着怎么给咱们下绊子啊，怎么打压咱们。就在这么关键的节骨眼上，咱们内部居然还有半裸官这种人存在，你说可怕不可怕呀？这近年来每到中美交锋的关键时刻，总有那么一些体制内的人说话是阴阳怪气啊，做事畏首畏尾，甚至屡屡胳膊肘往外拐。很多老百姓不明白啊，这帮人受党教育这么多年，怎么这个脑子还是这么不清醒呢？其实啊，根本不是人家认知有偏差，而是人家的屁股呀早就坐歪了。你想想，他的宝贝儿子呢，在人家地盘上工作，他的全部身家在人家银行里存着，在芯片突围、新能源竞争、军事科技保密的节骨眼上，人家外国势力稍稍给他点压力，老张啊，你儿子在我们这儿呢，你那个账户我们可看着呢。你觉得他会为了国家的利益去牺牲自己家族的百年大计吗？绝对不可能。利益和忠诚在面对生死的选择时，绝大多数半裸官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一名关键领域的半裸官，他哪怕只是在饭局上随口泄露了一句国家未来的产业规划，或者说在这个审批卡脖子技术的时候故意拖延了几天，盖章的时候手抖一下，都可能导致咱们国家几十万科研人员、无数个日夜的科技攻坚成果付诸东流啊！在台海、南海这种火药桶一样的问题上，如果这个指挥系统或者后勤保障系统里混进这种两面人，关键时刻给你来个立场摇摆，或者说传递个假情报，那都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呀，那是直接关乎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的。所以国家这次出手不仅仅是反腐，这叫拔除隐患，去风险保命。有人说也不能一棍子全打死吧，也许有那个极个别的半裸官，虽然这个家属在国外，但是自己呢确实是有一颗精忠报国的心呢。哎呦喂，我的大善人呢，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能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这种虚无缥缈的概率上吗？大国博弈是残酷的丛林法则，我们绝不能用国家的核心利益去动某个人的人性底线啊。所以呢，这篇文章里有句话说的太对了，必须在枪响之前彻底清理所有政治立场模糊、利益绑定境外的隐患人员。这话听着提气，听着解气，不能等到枪响了呀，咱们才猛然发现，原来这个船板上全是被这帮汉奸筑出来的窟窿啊！这次联合早报的新闻里提到了关键岗位，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整治的范围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什么所谓的高层或者是关键岗位。大家想想现在社会呢是大数据时代别以为呢你就是个基层街道办的，或者说是那个县城水利局的，你掌握的就不叫机密。体制内的非关键岗位绝对不是安全的真空地带。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呢有个管这个自来水管网的基层公职人员，他是个半裸官，他可能觉得我这算是啥机密啊？大错特错在敌对势力的情报机构眼里，这些底层数据呢就是宝藏。他们只要通过这个底层人员掌握了这个城市每天的用水量的波动曲线，那经过这个大数据一分析，就能精准的推算这个城市的工业开工率、人口真实密度，甚至是战时防空洞的运转能力。那再比如一个管这个农业补贴的基层干部，他手里的数据就能暴露出咱们国家真实的粮食储备和耕地情况在大数据时代没有哪片雪花是无辜的，也没有哪条数据是完全无用的。看似零散不起眼的信息，经过境外势力的专业拼凑和分析，就能完整的勾勒出咱们国家战略布局的底库。所以说只要你是端着国家的饭碗的，只要你是行使公权力的，不管你多大的官，哪怕呢你就是个盖章的办事员，你的家庭状况你的利益归属都必须接受最严苛的放大镜审查。如果说你觉得委屈，如果你觉得侵犯你的隐私，那门在那边，你大可以辞职下海去经商。但是只要你留在这个体制内，你就必须做到100%的政治透明和绝对忠诚，这是维护国家治理体系完整性的基本要求，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说到底
中国这次全面清查半裸官啊，不仅仅是中国反腐败斗争啊向深水区推进的标志，更是咱们面对全球竞争白热化祭出的一招釜底抽薪的妙棋。只有让每一名体制内的人员啊，都真真切切的做到身在此山，心在此山，中国这艘巨轮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骇浪中稳稳当当向前开。国家的未来必须也只能掌握在那些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对老百姓绝对忠诚的干部手里。对于那些什么心怀叵测啊、利益相外的人来说啊，这大年初四的炸雷呢，只是个开始，丧钟已经为他们敲响。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吧，这绝对啊是值得喝一杯的好日子。好啦，今天这个好消息啊就聊到这儿啦。那你对于国家出手整治半裸官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